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台海两岸摩擦白热化，兵凶战危的日子到了吗？这是一个上个月台湾媒体说的最多的词，叫兵凶战危啊。那我今天开始用，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危险有危险。先讲新闻我今天会把我认为有关联的新闻全部串在一起讲我不想我们的节目会就某一个事件来讲除非这个事件很重大新闻一，由于解放军不断在沿海军演，台湾蔡英文总统今天去视察乐山雷达站。视察这个空军侦会预警中心蔡英文总统今天去视察呢，还兼这个一日外送员送这个麻辣锅底给官兵加菜为国军暖身然后这个总统府公布的这个视频里面，蔡英文在视察这个过程当中。雷达站的人员向他解释系统拦截原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情况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在大家的身后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没有带识别牌，戴口罩，看过去是个老外，不是中国人然后大家就猜测这是谁那么当然台湾媒体一下就猜出来，这是美方的技术顾问。然后站在后方听取雷达站的人员说明并视察现场，观察现场的情况这个乐山雷达站呢，位于这个新竹县五峰乡，隶属于台湾空军的作战指挥部，设有美国雷神公司的制造的这个预警雷达，可以提供远程导弹预警。外传。解放军的军事动态包括朝鲜的这个试射导弹等情况全部都能够掌握他们这个雷达站很厉害，实时都能掌握所以当然你买了美国的这个军备，那么美方的这个人员常驻在这里，然后就提供一些技术顾问和技术支持，可以理解这并不意外蔡英文总统在雷达站感谢大家在这座高山上2000多公尺空防的眼睛守护国家安全，他很有信心，官兵一定能够为专责反制国军单位取得先机，成功抵御来自空中的威胁这个新闻呢，这个新闻的意义在哪里？2点，第一点，这个时候蔡英文跑得去看雷达站。雷达站是什么？雷达站就是前沿就是说两军对垒，首先要对抗的是什么？就是雷达。为什么？因为现代战争已经不是说先上尖兵，先上侦察员的时代，现在是直接是这个制空权的对抗，制空权的对抗决定什么？雷达所以蔡英文总统去雷达站视察。大家的感觉什么？感觉雷达要用起来了。雷达要用起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兵凶战危。兵凶战危，你上雷达站，有这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美军的顾问，或者是美方的顾问，或者是美国供应商的顾问在这个视频中出现，然后呢，第一个出现本身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下嘛，总统来了那么一些外人回避很正常那么外人不回避这第一个。第二个还拍到视频里面去，也没关系，这个公布的时候还不剪掉，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意思的所以这是一个新闻，今天这个新闻。第二个新闻就是
美国太平洋舰队10月9号啊，这不是今天的新闻，10月9号发布了一段什么新闻呢？发布了一段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展开什么呢？展开大规模伤亡演习。伤亡演习讲的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军舰上面遭受打击，出现大规模的伤亡的情况，我们要演习救援啊。那么太平洋舰队公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里根号航母飞行甲板上放了很多的这个救援的这个器具，然后有很多伤员啊，甲板的伤员躺在这个担架上，其他的舰员为他们提供转移和救助啊。那么太平洋舰队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只是公布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就是说，太平洋舰队宣布说，这个里根号航母是美国第5舰队战斗群当中的旗舰，是一支随时准备战斗的作战力量，保卫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啊，这是太平洋舰队的一个说法。然后美军呢，最近其实在南海有很多的活动啊，只是我们媒体没有做很多的报道啊。10月8号，这个太平洋舰队公布的消息，6号，这个美国海军米利诺基特号远征快速运输舰到南海和文莱海军进行联合演习。10月7号，海军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麦凯恩号在南海进行这个训练啊。其实美军在南海一直有动作啊。那么想一下，美国的里根号航母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叫大规模伤亡演习。伤亡演习肯定是要打仗，你才会伤亡演习。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就是因为蔡英文去了导弹基地啊，这个雷达站啊，然后这个美军又进行这个伤亡演习啊。然后呢，12号，昨天这个央视公布视频画面，说这个在台湾双十节前夕啊，舰载机歼15就是舰载机进行海岛目标打击演习啊。那么央视公布的这个演习是以这个歼15为主力啊，解放军就扮演红军，对海岛防守方蓝军展开攻击啊。那么这个区域在什么地方呢？区域应该是在辽宁葫芦岛军港南方海域啊，覆盖这个辽东湾、觉华岛、磨盘山岛、严家山岛和张家子岛啊，应该是在辽宁南部啊，往南方的这个有几个岛屿进行这个演习，进行了什么呢？进行渤海空域进行了低空突防、空中拦截、空中护航等实战演习啊。那么辽宁海事局做了预先的这个通告，解放军在辽宁演习，这是一个。然后这个台湾在双十节开始了一连串的军演，而且这个连串的军演在什么位置？在台湾的西南空域啊。它演习的时间包括10月9号，就是双十节的前一天，然后10月15号、10月22号、10月27号这几天连续的在台南西南外海执行空层空域各式演练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那当然这个在这个演练的过程当中，这个解放军10月9号就有解放军的军机啊进入这个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啊。然后7点45分，台湾空军广播驱离啊，立即回转脱离啊。
不过这次呢，以前呢，解放军的军机通常在台湾军机上来之后呢，通常就离开了啊。但这次不同，这次解放军的军机回嘴了。台湾飞机，他怎么回复呢？他说：台湾飞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例行训练，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这个话有点不一样啊。以前呢，台湾的军机呢上来之后，就是拦截之后呢就广播啊，你要走了，解放军通常这个时候呢就回去了。那这次不一样，这次还回复啊，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例行训练。例行训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我的地方训练，就是不承认你了啊，已经不承认你了，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啊，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是这件事情就很严重的了啊，严重了。然后就上周二啊，我大概印象是应该是上周二，蓬佩奥在东京表态啊，就是当参加这个四方对话的时候啊，有记者问他，如果解放军攻击台湾，你们美国会怎么样？他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中国对台湾动武啊，这是个很清晰的政治表态啊。那么，然后呢，上周四，美军派了一架 MC-130特种战机，沿着海峡中线跑了一趟，画个线啊，海中线在这里啊。那么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件啊，新闻五是什么？今天新闻很多啊，我会把这全部串在一起来讲。新闻五是中央电视台连续3天啊，台湾间谍案，一天一个啊，一天一个。11号是这个联合国协进理事会协进会理事李孟居啊，在央视悔过啊，这每天抓一个人去央视悔过。12号，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助理郑宇清也在央视悔过。然后到了13号，2名学者，一个是蔡金树，一个是台大退休的教授施正平又开始在电视上悔过。当然，在央视上悔过，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罪啊，这是中共的一个操作啊。然后央视就讲说，国安机关近期破获了100起台谍案，然后我估计还会往下播啊，还会往下播。这是新闻5，新闻6，10月12号啊，那么这个路透社报道说，白宫正在推进向台湾提供三项军售啊，三项军售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能打300公里啊，300公里，就是车载的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空对地导弹，是波音公司生产的空对地导弹，就是飞机上装的空对地嘛。空对地一定是飞机上装的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F-16的战机外挂的感应式吊舱啊，它吊舱可以实时把外面的这个图像传递给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机的机师的这个头盔里啊，实时可以看到。那么与此同时呢，之前有消息讲，有7项重大武器系统进入了这个审批程序啊，一个是大型的无人机啊，第二个是鱼叉式反舰导弹，还有一个就是智能水雷啊，我之前说的是地雷，其实是水雷啊，等等啊，这7项武器都是针对登陆啊，针对登陆系统啊，反登陆的系统啊，然后就是大概就是一个这几条新闻吧啊，大几条新闻。
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的原因是，之前有很多网友会提啊，大陆方面现在内困外交啊，内困外交的情况很严重，会不会发动一场武统战争来转移视线？我每次都会非常决绝的否定啊，说这个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啊。我认为只要大陆有统一的能力，他一天都不会等啊。这个判断我没有改变过啊，没有改变过。那么现在大陆的态度是什么？现在大陆态度就是三个：第一，军事手段，用飞机啊，用军演啊，这都属于军事手段啊。首先是军事手段施加压力啊，然后就是政治压力啊，政治手段。政治手段当然是国台办啊，在各个平台上不断的放风，然后这个岛内的第五中队啊，包括像马英九治流的这种第五中队啊，开始呼应啊，这种呼应就是政治手段啊。第三就是流氓手段。什么叫流氓手段？中央电视台台谍案啊，说破获白起台谍案，这就是流氓手段。什么叫流氓手段？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他抓到中央电视台去认罪的那些人都不是台谍。如果真是台谍，他不会抓得上去认罪。为什么？情报战是看不见的战场，大家都是在看不见的领域进行打仗，不会抓到上面去认罪的，因为这抓到的那个人本身就是情报，所以把这些人抓到中央电视台去认罪，这是个流氓手段啊！流氓手段就是他明明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他讲的这些人是间谍，是胡扯，但是他仍然要做这件事情。他明明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他的这个手段是流氓手段，但是他就是告诉你，我就是流氓。这就是中共的态度啊，就是说这个错漏百出，就是这个间谍案本身就错漏百出啊，就是说把这个抓上去认罪的这些人，我是间谍啊，说这些人是间谍，这错漏百出，他知道他也是错漏百出，他就是要告诉你他错漏百出，就这个意思啊。就大陆的现在就是军事手段、政治手段加流氓手段对付台湾这边啊。台湾的方面，我今天为什么要讨论兵凶战危的问题？其实跟大陆方面没有太大决定，发生改变的因素不是大陆方面，大陆方面就是无所不用其的积极的手段来对付台湾，压制台湾方面，但是他不会动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实力啊，这个大陆方面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台湾方面啊，台湾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台湾方面发生的改变是怎么样的改变呢？就是过去20年、30年啊，就是说，台海两岸的关系其实是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啊，那么台湾方面军事实力比较强。啊，因为武器比较先进，但是人数比较少，所以呢，美国方面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控制台湾啊，控制台湾方面，你别惹事儿啊。虽然你武器先进，大陆方面武器落后，但是你人少，他人多啊，所以台海中线是美军画的啊，其实画这条线其实是控制台湾、控制国军的啊，不希望他们做出一些冒险的行动啊。然后随着大陆方面的实力开始回升，这个台海的这个态势开始发生变化，就是台湾方面呢就变成守势，大陆方面开始变成攻势。那么随着这个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那么大陆方面其实是全面压制台湾。台湾方面什么态度呢？台湾方面就是
就是两个字啊，叫退让啊，就是说退让，就是我打不过你啊，一方面我打不过你啊，一方面我实力不足啊，但这里面就是两个，一个是基于实力，一个是基于环境啊。那么实力呢，当然就是因为人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装备的问题。装备的问题原因是什么？由于美国持续的压制啊，持续的压制台湾 F-16，你想一下 F-16什么时候的战机啊？那么老旧，装备老旧啊，装备老旧，人数不够，你当然实力不足啊。那么这两方面实力不足，还有一个就是国际环境。那么美国方面也没有提供很多的支持，那么整个的国际环境也对大陆有利，所以台湾的整体的态势是叫退让啊，退让。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发生了变化。现在情况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台湾方面就开始有一些底气了啊，开始有些底气。那么就叫嘴巴上让，行动上不退了，就台湾开始发生一些调整，战略上的调整，战略上的调整叫退而不让啊，不叫让而不退，让而不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嘴巴上呢，我还是跟你对话呀，我们还是要对话呀，我们还是不挑事儿啊，大概是这个方向啊。但是有些东西呢就不让了，行动上就不退了啊，不退了。这个行动上不退，当然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是基于实力啊。那么美军持续的对台军售，实际上是在改变台海两岸的军事实力啊。大家不要以为真的人就那么重要，人很重要，这个没有错啊。但是军备也很重要啊，军备很多时候是决定性的，这不是我说的，邓小平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军备也是第一战斗力。那你拿小米加步枪你试试看，没用的啊。所以军备是第一战斗力。当美国不断的对台湾提高军售的规模和级别的时候，台湾的军力就开始回升。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实力啊，第一个实力。第二个实力就是之前台湾隐忍不报的一些实力，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啊，浮现出来。那么这就是第一，基于军事实力。第二，当然是基于环境的变化。我们之前讲，军事实力加环境不允许台湾做什么动作，所以他隐忍。那么现在实力开始改善了。另外一方面，就是环境也开始变化美国表达出这种坚决的协防的态度决心，还有需要，美国也需要协防台湾。美国协防台湾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需要，首先是基于它本身的需要，第二取决于它的决心，还有就是它的态度。这3方面都表现出来的时候，台湾这边就底气就比较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台关系的重新定位，就是川普总统到蓬佩奥态度非常的明确，要重新给美台关系定位，所以美国方面在政治上有更多的需要，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中国把全世界全得罪了，中国跟其他国家全部都在交恶，那台湾的国际地位就相应的不同了，那很多国家就跟中国交恶嘛，那当然就要找台湾搞关系了。所以整个的国际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岛内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所以其实我们以前选举的时候讲，民意如流水，民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是会改变，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它也会变化。那么台湾选举民主化调查上周3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民调，台湾人支持独立的比例达到了16年来的新高
有 63.4% 的受访民众支持台独。如果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是发生战争也支持台独，叫战争独立的支持者达到多少？ 44.2%。所以之前我们经常有人讲说台湾人，你说一说打仗就躲了，也不是，有 44.2% 的人就算打仗我也支持台独。所以岛内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当这些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可以看我们刚才讲的这几条新闻，你可以看出来，台湾方面有些地方就不退了，就是我这个地方我到这里我就不退了。不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不退的意思，你想一下，台海中线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大陆不承认。中线是什么？中线是必须双方都认的这条线，我飞到这里我就不过去，你飞到这里也不过去，这在双方认才，只要有一方不认，这条线就不存在了。那你想一下，当有一方不认这条线，那么这个飞机就会不断的往里面飞。那么这边如果不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就会出现兵凶战危。兵凶战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生了。我认为之前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这边会隐忍。当他隐忍的时候，这个仗打不起来。打不起来的原因是一个，解放军没实力，你兵都投射不过去，运兵都运不过去，你怎么打？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解放军没有实力。另外一边呢，台湾那边也隐忍，所以这个仗打不起来。那么现在是有风险，风险在哪里虽然解放军那边没有实力打这个仗，但是现在的风险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这边开始不退了。他有些地方不退，你想一下，你这边过这边退，那你就不会碰嘛。你如果这边往这边走，这边不退，那不就碰上了吗？所以是有可能发生什么级别的冲突，就是擦枪走火，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发生。就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由于一个有计划的攻击，它可能出现什么擦枪走火，这个时候的风险就更大了。擦枪走火会不会引发战争？会的，擦枪走火是会引发战争，因为误判对方。而且蔡英文总统的表现基本上符合他最后一个任期的状态就是说，第一，蔡英文总统当选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些预判3个预判第一个预判，蔡英文总统对大陆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态度就是让而不退，这是第一步第一步改变。我认为还会就是不退不让。第一步就是让而不退，在某些地方我守住，我不退的第二步就是不退不让所以我认为蔡英文总统第二个任期他应该是首先逐步的对岸的政策，大陆政策会越来越强硬会越来越强硬。因为当然现在外部条件也配合，所以他强硬是有底气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会开始整合岛内的政治力量，强调团结强调团结是他要调整对大陆政策的一个底气现在你可以看双十演讲上来就是台湾团结。台湾团结是蔡英文总统第二个任期的主要的政治任务，他必须整合岛内政治力量。整合岛内政治力量还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叫清除大陆的势力。那我看到一个新闻，什么新闻？中天新闻，那要关掉了，说中天关定了这个中天在挺韩挺到一个境界，叫韩天新闻韩天新闻
蔡英文总统下一个动作，我认为他有3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对大陆的政策会越来越强硬。第二，要整合岛内的政治势力啊，整合岛内的政治势力。第三个，要清除大陆在岛内的各种代理人和影响力。这3个动作其实都是有关联的。这就是台湾方面。其实现在影响台海的局势已经不是大陆这边，大陆这边的动作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到啊，基本上就是这些了，这几板斧来去来回这几板斧，他不敢动武，他动不了武啊，他也就是在这3件事情上，他不断的升级，升来升去也就这样了。因为其实到极限，除非你动武，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你只要不动武，这是这个大的判断在这里的时候，那所有的动作其实极限就到这里。其实决定影响台海目前的状态的是台湾这边，而台湾这边跟台湾这边有影响的是什么？就是美国的态度。那美国的态度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2条。第一条，不断的拉抬美台关系；第二条，不断的军售。除了这个以外，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在国际上推介台湾啊，推介台湾，大概就是这样。当这2件事情，当这3方的方向是这3个方向的时候，我觉得台海的兵凶战危的这个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出来。要小心擦枪走火啊！这个时候就是特别要提出来的。这个时候就是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个啊，讲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再讲一次啊，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一次啊，今天中午再讲一次，就是关于这个会员费的问题。那我们会员费我们定的是 4.99，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平台在跟我们改掉了，有的会员收我们的会员 6.99， 有的甚至收 9.99 啊，这个不正确，这是错误的啊。我们昨天已经向平台做了投诉啊，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们尽快的纠正。那我在这里也向大家道歉啊，就是说希望这个并不是我们控制了啊，这不是我们意愿啊，这是平台的出错。我们应该尽早的发现啊，并处理这个问题啊，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今天跟两岸关系有关啊，看看大家有什么，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好吗？就是说我们可以多一点这个观点跟大家报告明谢一下江，谢谢984 degree， 谢谢 Good evening sir, will buy you an Indian tea, thanks， 谢谢秋风瑟瑟，谢谢，给王先生掌声。三门高，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提问：台湾的防守是实时性，但是中共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说明中共还没有开战的准备。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准备是否会对大陆开战？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第一，我们先说美国，美国没有对大陆开战的理由吧？政治上的理由和军事上的理由都不存在，所以美国对大陆开战不存在。那么台湾就更不存在。为什么？你想一下，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大陆有14亿人口，你觉得一个2300万人口的这个台湾会像一个14亿人口的大陆开战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不存在可能性的事情。观点：间谍案是给国内看的，不用过滤。间谍案给国内看，不，中央电视台所有的东西都是给国内看的啊，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中央电视台很多时候讲的话，
不仅仅是给国内看，很多时候是给国外看啊，比如说给美国看的，比如说给台湾看的啊。情况说，看推特说，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共在苏丹的部队营地落下榴弹，抛下要保护的平民跑光了，这反映了没有信仰的军队毫无战斗力。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维和部队被攻击，撤离是正常啊，撤离，如我这里受到攻击，我没办法，我没办法进行应对，我撤离啊，因为不知道战场情况，要找了解部队情况的人来评价。但是我认为啊，你营地受到攻击，你撤离，保存实力或者避免伤亡，这个动作并没有错啊，并没有错。但是啊，问题在哪里？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视频？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那个视频你一看，第一，反映情况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士兵也好，军官也好，反映情况的那个人很慌张啊，很慌张，不专业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慌张啊，一个军人当然被攻击你慌张很合理啊，但也会有慌张的情况，但是你想你对着镜头，然后你对着你的长官，你很慌张，我觉得这个不专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看一下他在视频中的表达方式非常不专业，跟我们老百姓讲话一样。军队里面其实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约定的 code， 就是说我用一些 code 来代表某种状况。你看美军，其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是听不懂美军的对话的，它里面有很多 code， 用很多 code 来表达我们遇到的情况，因为我们可以通过 code 来迅速的掌握情况，但是他没有啊，他没有，而且他的这个沟通你一看非常没有效率，这可以反映什么？解放军其实他的训练水平，他的整体的这个运营还属于很低的水平啊，很低的水平。我倒不觉得他逃跑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只是通过他们的这个对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还是离现代军队的距离是比较远啊。我不觉得他有很强的战斗力啊。你想一下，现代的战争讲的是什么？讲的是3点。第一个，专业，你真的要非常的专业。我们看到的这个军人，他很多都是非常专业的军人啊。他不仅仅是，这是第一个要专业。第二个，你整个的运作，它反映的效率要非常的高啊。第二个，你不是人海战术，人海战术已经没有用啊。第三个，就是大家协同作战的这种能力很强。你看这个视频里面我看的视频我就摇头，我觉得这是很烂，很差劲啊。观点：大陆人口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了，8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战争的人口损失是大陆无法承受的，所以大陆玩的只有核威慑。说白了，大陆就是说我的政权死了，那么大家一起陪葬。现实大陆高层官员子女都去西方生活了，真正发生战争以后，中共是不可能发生核战争的，中共都是厚黑的代表。很多人用独生子女来解释解放军战力的问题，我不大同意我不大同意。就是大家要知道，军队是什么？军队是战争机器啊。进入这个战争机器的人，不管你是谁，都变成一致性啊，就是他需要把你变成一致性，管你是不是独生子女，跟独生子女关系不大。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觉得说父母舍不得孩子舍不得孩子你别送去你送去了你就不存在舍不得的问题。那还有这个小孩子因为是独生子女，所以娇生惯养，所以没法打仗，
这个轮不到你自己决定。你进入了部队，你的命运就不在你手里了，你的命运在长官手里了，在长官的手里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觉得是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到底是个怎样的军队，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就是说它的宗旨是什么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先是解放军最大的硬伤你人民军队怎么会忠于党呢？人民军队应该忠于人民怎么忠于党去了呢？这个党卫军这个属性决定了他的战斗，他的政治目标他的政治目标决定了他的战斗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还是属于很初级的运营水平。解放军还是虽然这2年吹那个军改、战斗力提升等等，但是你看这个视频你就知道，还有上次惠州号就是驻港部队惠州号的那个军事演习，那个视频一出来。所有的专家一看这视频都在摇头，这个是什么水平？这个水平太差了。所以你讲解放军的战斗力，我觉得80%是欺骗，20%是人海战术所以解放军的战力，我不认为他有足够的战斗力对外发动战争。解放军的战斗力主要是对于平民老百姓，我看他才有战斗力，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战斗力问中共内外交困，千疮百孔，发动战争是需要一呼百应的，他们怎么梦做到打仗不怕调转枪口吗？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2点。第一点，军队本身有没有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家能不能承受一场战争其实最核心的讲的是这个。当然还有一个就在上面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发动一场战争，这是不是个正义的战争，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经常看到说在美国经常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他军力够不够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形成共识的问题。就说你发动一场战争，你能不能得到在国内能不能形成共识，这是问题的根本这是美国经常遇到，所以其实其他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性质，你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你的军队打不打得赢，然后就是你这个国家扛不扛得住，基本上是这3个问题我们上面这个问题我们不谈，上面问题有很多政治操作，那我们不谈，我们只谈这2个问题。第一个，我认为中国军队解放军不行，训练水平太差然后他的宗旨有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扛不扛得住的问题。国家扛不扛得住，我昨天讲过一下就是说一个国家当你发生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个国家面临一场战争的时候，你这个国家等于需要动员，因为战争是一个国家面临最强的冲击，没有比战争更强的冲击。一个国家是不是实力强大，国力强大，其实你很容易看出来，就是当他面对一场战争的冲击的时候，他怎么去应对他怎么去动员，就是说国家需要动员能力，国家需要应变能力，国家需要很多有实力等等，那他才能够扛住一场战争。那么中共呢，其实为了保住他的政权，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他做了一个就是沙化动作，全国沙漠化，就是对全国人民进行沙漠化的管控，让所有的社会组织全部失效。那么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没有关联的，就是沙漠一样，就像沙子，连土块都没有，土块是凝结在一起叫土块那么更强大的组织叫石块，再强大的组织里面钢块就是
你看西方国家，它除了国家以外，它有很多 NGO 那是土块，那么教会那是石块啊，那还有很多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很多的组织构成的，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它强大的社会性。所以你看很多国家，它一打仗，这些社会组织就开始发挥作用啊，或发挥作用。所以它国家强大就在这里，它不是说中国是什么？中国就是沙漠，一片沙漠，没有社会组织。中共已经把所有的社会组织给铲除了，那就是一片沙漠，中间只有一根棍子。那根棍子是什么？中共。除了中共以外，就是一片沙漠，沙子，也连土块都没有。然后他用现代手段把这全部清除掉，这就是中国的状态。所以当你发生一个强力的冲击的时候，你这根棍子能不能站得住咯？你要是站不住倒下，那这国家就倒下。那你看美国不是，其他的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国家它不是，它有很多的社会组织，这里一颗大石头，那里一个大石头，那里有土块，那里有各种组织，它全部都形成支撑。所以你看美国98%建国到现在98%的时间都在打仗，你看美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它的国家的组织很强大，除了国家组织本身以外，它还有很多社会组织，所以这就完全不一样。你就在面对一个强大的冲击的时候，你就美国完全没反应，那很多国家不是，但稍微的有一点冲击，它国家就垮掉，就这就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这个中共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为什么？他也很清楚，他就是独木，一根棍子在那里撑着啊。那他说我要把这个棍子越弄越粗，越弄越粗，那是没问题啊，你可以越弄越粗，没问题啊。但你总不能把14亿人民全部变成中共吧？那是不可能的。那中共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这根棍子是足够粗没问题，但是独木难支啊，打起仗来还是有问题啊。问情况，我在南加读 PhD 的时候，跟很多台湾年轻人接触过，当时他们的年龄大都介于20到30多岁，现在应该30-40岁了，大多数来自台湾的各个高校。据他们讲，台湾是独立国家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里是共识，而且台湾男生大多数服过役，知道如何使用枪支炸药，他们的抵抗精神很坚决。因此所谓的解放军一登陆，台湾人就投降，实在是太自大的说法。解放军登陆恐怕才是灾难的开始，因为台湾青壮年对中国完全不认同。谢谢你的情况啊，打卡台湾，我们大家族中秋烤肉时有谈到战争话题，即便是家庭主妇，虽然家族里面有人是绿色，也有人是蓝色，也有很多中立派，不过如果真的开战，大家意见一致，男的会当兵，女的学护理，一起上战场，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后代被关在集中营，也不想逃离我们的家园台湾，40守卫，这就是台湾人的看法啊。观点，王舍认为只有大陆只有在打赢台海的时候才会开战，但是我认为随着台湾战力逐步上升，大陆已经失去最佳开战时机了，那么他们可能退而求其次，不争取夺岛，改而毁灭台湾重要设施，包括台积电的工厂，然后在国内宣传成痛击美国芯片行业。渣男的心态就是我得不到，谁也不配拥有。那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啊。政治或者说战争是政治的最后手段，就我在政治上我已经实现不了，我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因为战争是个强冲击啊，它有可能失去政权，战争是会灭国的，
就是我这个国家没有了啊，那我就失去这个政权。所以基本上对中共来说，政权是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他没有政权，他啥都没有，因为他没有人民的支持。所以中共会轻易发动战争，我不认为，原因是因为他会失去政权。他并不傻，他可以很蛮，他可以横，但是他一点都不傻啊，在这个问题上他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啊，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或者战争是政治的最后手段。那我们要问清楚，搞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就算是其他的因素全部排除掉，我们只看一点，中共去发生一场对台战争啊，它政治目的是什么？你必须要有个非常强的政治目的，而且有非常强的政治得意，我才会发动一场战争啊，对吧？因为我就算我不去夺岛，我去攻击它，你的得意是什么呢？如果是仅仅是为了在国内宣传的话，完全没意义啊！你想一下，所有的媒体都在他手里，他对14亿人进行完整的洗脑，他想洗成什么就洗什么，他不需要发动战争，他同样可以洗成同样的效果，对吗？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要想一下，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就是对于中共来说，他手上握着宣传机器，洗脑系统工程。洗脑工程在他手里，我们很多人讲要发动战争得到的政治利益，他根本不需要发动战争，他就能够得到，因为他只要洗脑就行。这是第一。第二，他是独裁政权，他根本不需要交代。就昨天有网友说，他怎么向人民交代？我要给这么多钱给国外，要给这么多钱给非洲，我就是不给老百姓，我怎么去交代呢？大家别忘了，他是独裁政权，他根本不需要交代，他从来没有交代过。他什么时候交代过？他往上面一坐，在那读报告，底下的记者全是他的人，那些记者也不会提问，那些提的问题也是被过滤过的。所以你可以看，中共开场记者会就想打一场战争，差不多，因为他要布置好谁提问提什么问题，他都过滤过的，所以他既不需要向人民交代，他没有交代，他也不会下台，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去，我们讲呢，不要去想这些用一个常态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中共其实很多问题根本不需要面对的，因为他独裁啊，独裁是中共的主要的特征，或者是中国政治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压倒性的，很多东西他根本不需要做，完全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大家提出来，很多网友提出来的战争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完全不存在。所以台海这边，我认为现在兵凶战危的唯一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由于台湾这边底气足了，他让而不退了。当他让而不退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擦枪走火的情况是有可能啊，我认为是这样，其他的可能性不大啊。你说台湾主动攻击大陆，那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嘛啊。问题，最近读到关于桥水 Ray Dalio 的文章，有2个观点让我很困惑。历史周期论，美国建国才200多年，经历了上百年的繁荣，衰弱是必然。而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国深谙历史周期的道理，中国处于上升的周期，美国必然衰败。当然，我从小被灌输的思想，美国的领导人为了选票，其政策往往是短视的，没有延续性，无法从更高的历史视角去设计政策方向。请问王先生，你是怎么看待历史周期论和民主制度的转世？我们从小就被洗脑啊，就说你们现在吃的苦，
是短期的，你们会得到长远的幸福啊！我们从小就这么讲，你忍一下吧，忍一下，你以后就会好，就有好日子了。但好日子一直就没来啊，就是好日子一直是别人的好日子，我们的好日子没来。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被洗脑，说这个我们要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我们兼顾短期政策跟长期政策等等。当然，主要还是要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啊。那么，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实际上的情况，当然就是这个网友就是这个洗脑的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经常看啊，就是说很多政策要考虑长期性啊，但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短期利益，你长期利益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我举个典型的例子啊，你比如说交通啊，交通有长远规划，有短期规划。长远规划重要吗？很重要。短期规划重要吗？也重要。但是哪个更重要？其实不是长远规划更重要，是短期规划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如果现在天天在堵车，你长期规划对我有意义吗？是真的没有意义。当然，还有中国人喜欢讲，另外就是两头堵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长期的规划没做好，你短期的规划，短期的问题就会很多。但是其实是这样，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做短期安排的时候，我们要有长期的考虑就可以了。但是经常中共给我们的结果是，既没有长期的规划，也没有短期的安排。中共其实是这样，但只不过呢，他用长期的理由来推挡你短期的需求，它只是个说法，啥都没有，其实啥都没有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先把我眼前的问题搞定再说，长期你给我方案，我来看看，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记住，中共洗我们洗了几十年的脑，这个我要讲清楚，这第一个。第二个，历史周期论呢，这个国内也很流行啊，就是说美国衰败是必然啊。我觉得衰败是必然这件事情呢，是没有意义的道理啊，没有意义的真理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上升期、衰落期啊，从罗马帝国开始都有上升期跟下落期啊。那你说美国现在在衰落过程当中，我是没看到啊，为什么？因为没有迹象啊，有没有证据啊，所以。说美国衰落是中共的 YY， 也是个洗脑。你有什么证据？你写出一篇文章来，拿出你的证据来证明美国在衰落。我是没看到美国在衰落，美国还是很强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在上升期，我觉得中国已经上升了30年，差不多该衰落了。我现在看到了拐点，看到哪个拐点？我认为2018年就是拐点，2019年是拐点的确认啊，2018年就是拐，2019年是拐点的确认，今年拐下来了啊，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下降通道了啊，这是我的判断。美国有没有衰落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个迹象啊，但是中国肯定是进入下降通道了，它涨了30年，现在开始进入下降通道了啊，这是我的看法啊。观点感觉有一天共匪飞机会故意让台湾打下来，然后呼吁老百姓爱 CCP，我们不要讲这种游戏故事好吗？我们不要这样讲，就不要做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啊。为什么要打飞机呢？打船行不行呢？如果你要去这样假设的话，你有10000种可能性啊，是吗？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观点：从前怕共党的人海战术来占领台湾，然后把我们都送去劳改批斗，所以我们怕死了共匪。
现在战争不再看人数多寡，而看精准斩首，我们的恐惧日渐消失。人海战术其实也没办法投射的，就是说其实你看一下诺曼底登陆你就知道就是说诺曼底登陆这样的级别，台海比诺曼底还要宽渡海条件还要严峻一点。那么也就是说，你以诺曼底登陆为标靶来对照，你就知道中共现在能投射多少兵力，第一天能投射多少兵力到台湾，是很清楚的嘛，对不对？那你说我不占领台湾，我只是导弹攻击，那你目标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是占领的话，你只是攻击它的话，你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对吗？那就要讲清楚。如果你政治目标根本不需要发动战争就能实现，你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你别忘了，你打台湾，台湾也会打你的，对吧？美国也是会打你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只想一边，要想两边或者是多边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消耗的问题。对于台湾来说，它只有一个战略方向，就是大陆。对台湾来说它所有的力量聚焦在大陆，大陆的战略方向可就不是台湾一个方向了它还有日本，它印度、美国这么多战略方向。所以虽然大陆比台湾要大很多实力要强大很多，你把两个因素放进去，第一个就是你兵力投射的因素放进去，第二个你战略方向的因素放进去，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台湾这个战略方向，大陆占优没错，但是它没有压倒性的优势。然后就是你攻击它，《孙子兵法》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是要包围它，你要有10倍的兵力10倍的兵力什么概念？那你台湾有多少军队？你算一下就知道所以其实不是这样，不是宣传的中共宣传的那个样子情绪基本上每个抗战剧都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今看看各种情况，包括内陆和台湾、香港各种事件，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只打中国人，非常正确。中国人只打中国人，中国人没打什么外国人都打的都是中国人。中国很少对外打也很少对外打赢就是说，所以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其实是骗人的，中国人只打中国人。情况听到台湾一位卖茶叶的妇女讲，中华民国109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才71岁，现在反过来说台湾是独立，明明是共独，是中国共产党脱离中华民国另起炉灶，搞独立搞分裂的明明是共产党。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很有道理对吧？我都109岁了，你才71岁，你说我搞独立，我先有好吗？提问：几年前日本钓鱼岛问题，中国人大砸日本车，韩国搞萨德，中国人抵制三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全中国又抵制法国家乐福，这次和美国如此剑拔弩张，为什么中国没有大规模抵制美国的行动？中国华为手机被如此打压，中国是不是在未来要禁苹果手机？我记得有个网友说过不是网友说过，我不记得谁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就是欺软怕硬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欺软怕硬。欺软怕硬，中国传统智慧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精准的发现谁软谁硬，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所以呢，你在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精确的看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欺软怕硬。中共也是一样，中共就是欺软怕硬，美国硬，其他地方软，所以他就欺软怕硬他的智慧是什么？精准的知道美国硬，其他地方软，就是这个。所以你说中国会不会未来禁苹果手机？我谅他也不敢观点：中国军力就是中国经济的翻版，看似强大先进，
实则弱不禁风。所谓先进，只不过如同华为、中芯国际一样的徒有其表，但领导自己可能会错判自己能力啊。观点：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社会，所有人与所有人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五湖四海政策把湖南人拉来管广东人，把李家村的人拿去管王家村，这就是维持大一统唯一的办法。观点：为人民、为家园、为父母弟妹赴战场，心中有神圣的使命感，义无反顾，叫做值得。为党赴战场，那就是为帮派而战，自然身心逐处，是否值得？情况：蔡英文今天到雷达站，日本加贺号及护卫舰还有潜艇在南海将停泊越南金兰湾啊，这个新闻看到了。中共已经愤怒式的抗议自卫队成为远征军了吗？日本已经设4处电子部队，已经包含范围已经到台湾。台湾的频谱干扰及日本的电子部队是针对北斗卫星的，所以呢，台湾的雷达、日本的太空军及侦察其侦察及电子干扰能力，保证解放军军舰没眼睛，甚至没有通讯能力。情绪：前段时间我去南京总统府，看到共匪占领总统府，红旗插遍总统府，非常愤慨。希望台湾安全，我将努力出国，希望明天能成功去日本明年成功去日本。好的，希望你能够成功。我已经念不完了，太多了。好了，最后一个观点：王老师的优化 YouTube 推荐做的还不够，听你的视频，听完之后推荐的是其他人视频，在你的视频 sidebar 听其他人的视频，听完会是同一个人的视频，接下来自动播放。在 sidebar 的视频是 YouTube 推荐的，数据证明 75% click-through 是推荐获得。王老师要继续优化。好的，有什么办法吗？我不知道怎么优化耶。情况：我看电脑的是 4.99， 但苹果账号支付的是 6.99， 可能是苹果收取了手续费。苹果收取手续费，这不是直接付给那个什么吗？这不是直接付给 YouTube 吗？怎么会苹果中间要砍一刀呢？我不知道，我要了解一下，好吗？观点：疫情期间关注王老师，感觉王老师让我理解什么叫真正的爱国。我是改革开放的一代，我毕业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现在发现国家在走回头路，让我很焦虑，心理上也无法接受，感觉现在的国家和100年前一样，知识分子只能问路在何方，却非常无力。做好自己就好如果能离开就离开吧，好吗？好，明谢打了王。王先生身后的背景从窗外眺望到远山含笑，现在是路遥知马力，渐入佳境，感谢支持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